我是塔勒斯，我今天要带大家去一个很酷的地方哦。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冲浪长板女神贝贝嘛，然后呢，我现在带大家来看贝贝她老公的工作室，好多浪板哦。Josh 正在教贝贝削板的东西。这边是贝贝跟 Josh， Hello， 现在是下午2点多，我趁贝贝的女儿还在上课的时候，赶快跑来录。然后我就看到之前贝贝有一个怀孕冲浪的影片，我觉得很酷。贝贝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怀孕冲浪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因为我女儿现在6岁，在6年多前，那时候在台湾，事实上真的有怀孕之后这样继续冲浪，像我冲到8个月，其实在当下。我觉得可能是非常少数，或者是可能没有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我希望让大家知道的。对，我的医生也很酷，他就讲说你是怀孕又不是生病，然后你本来就应该继续从事你平常有把握，你一直都有在从事的运动。对，那所以其实在怀孕冲浪的部分，我觉得身心灵其实都获得很棒的一个舒压，并不会因为你怀孕你心情就不好或什么，其实我们随时都很开心。对，然后当然我也要讲是要先生心脏很大颗，真的。那个时候我怀孕冲浪的时候，我先生只有一个原则，他说如果人太多你就不要冲了，因为我觉得你 OK， 但我怕别人撞到你。那我觉得更棒的是，其实在孩子出来之后，我有遇到非常多的女生爱冲浪的人，他们都会讯息我，他就询问我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就即便怀孕还是持续做这样的运动，我觉得很棒，哇，真的是很棒。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希望带给别人的一个影响或是启发。对，那我们也很好奇，就是 Josh 为什么会来到台湾这个地方定居呢？I'm from California. California, yeah. So northern coast of California, and actually real similar to Taiwan. You have big mountains meeting the ocean, and yeah, so it's jus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cific. And yeah, I've been here about 10 years, and yeah, have a beautiful family. And I think Taiwan's awesome. And Taiwan is wonderful. Yeah, Taiwan's because I know you have an Instagram and it's named Thai Wonderful. Yeah, and I think it's a combination of Taiwan and Wonderful, yes. right? Yeah, it's so maybe it's one of the reasons you stay in Taiwan. And maybe Baby is another reason. Josh 本身也是削板师嘛？是，其实我们也有接受客制 custom order，但是其实他是比较没有在promote自己的人。他就觉得没有关系，他觉得其实主要大家要那个喜好相同，所以他喜欢跟想要制作冲浪板的人做一个很深度的聊天，认识之后再帮他做板。我不喜欢太忙，一个板子就好了。真的很准，以为他通常都会一个接一个，这样他都一张结束了再接下一个。哦，了解。那我想请问一下，贝贝跟老公，你们2个都玩长板吗？没有，我主要长板对不对？但我也玩短板 sometimes， 但我先生主要是短板呢，他也玩长板 sometimes。哦，所以一个主攻长板，一个主攻短板。其实我觉得大家想了解冲浪的部分，我相信已经很多了。他也访谈过相当多的 surfer，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当 Doris 来找我说可以做一个访谈，同时他也觉得可以做个访谈对我先生这样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聊到说，我很希望今天我们的访谈会很不一样，对，因为不只是冲浪，冲浪只是让所有爱冲浪的人 surfer 大家结合在一起，对，我们又知道冲浪的人又特别爱海洋，对，所以我才跟他聊到说，我希望我们可以用这个机会，也让大家知道，其实我先生他在做什么，而且相信这一块是很值得。让所有的 surfer 能够都一起来共襄盛举，所以那个冲浪的部分，欢迎大家随时都可以来问我，不管你到台东看到我，你讯息我都可以。好，那今天我们在他的频道，我希望可以多推广有关于我们海洋环境这方面的东西。好 ，Could you share to all of
this idea? The idea is basically plastic recycling. Yes, And like all these. yeah, as a surfer, I've been a surfer for almost 30 years. Wow. And it's a long time. Long time. I started when I was about like 12 years old, and I'm almost 40 right now. 12 years ago，才国小6年级。对，他那时候开始冲浪。Wow. Even after surfing all over the world, you see plastic everywhere. Yes. And after 30 years of surfing, you want something more. Surfing is not enough. There becomes a point where you wonder what the point is. Like, fun is fun, but then you want a purpose. Yes. There has to be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And after seeing, plastic is a huge problem, not just in Taiwan, but all around the world. Yeah. And you start talking to people who think just like you. And when you are talking to different people and they have the same ideas, then you're like, okay, well, let's work together and do something. 然后因为我就是听说，就是贝贝来上他的那个冲浪课的话，对他的那个课程的最后一个 part 会带大家去进滩。对，所以如果其实今天像我刚刚有稍微聊到，像刚刚他有讲说，他其实开始做这件事情大概5年，但是他其实到最近这1年多才开始变成，就是说比较有类似像 business 的一个做法。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要能够继续致力于这件事情，我们就必须要能运作。对，那所以这些年他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他也必须去尝试着创作一些可能可以被商品化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或者是像我们觉得大家最简单的支持，就是我刚刚聊到说，其实如果有 group 或者是有来跟我上的一些冲浪课的学生，然后我都会聊到我们先生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室，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推广或是认识。其实他们都非常非常乐意，在我课程的最后，我们会安排一个可能像净滩，然后我们可以带着你在海边，你分类，你收集好的垃圾到我们的工作室，我们会跟你解说真正的垃圾分类，而且包括塑胶分类要怎么分类。一些正确的东西，然后呢，你也可以想说，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工作室的参访？就是我们也可以教你如何运用你自己捡回来的垃圾，或者是家里你的垃圾带过来吗？不是，在家里你就可以做。在家里可以做。对，我们知道教你怎么在家里就可以做。哦，好酷！你看现在都有很多人可以把旧衣服重新变成一样东西，对，对不对？那我们就会教你如何把你家里可能产生出来的塑胶类的。应该要被丢弃的垃圾，如何把它再变成一样东西？所以即便家里没有这一些机器，也还是可以。待会我们可以稍微拿一部分的作品跟你们解说。那接下来就是可能我们可以给 Doris 给大家一个 tour， 然后看一下我们楼上，然后有一些我们他创作的作品，跟一些大家如果想要 DIY 的一些作品，我们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好啊 ，Let's go，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大家记得资源热回收要正确的处理，不然真的只有10%会被真正的回收人在，就是一定要先洗干净。现在要推广跟强调是清洁，在你做资源回收之前，你这个资源回收的垃圾请先清洁。对。好的。Okay. Well, we can just keep moving. After you get the plastic, we run it through a shredding machine here. So water bottles are the #1 problem. So we also encourage people to not just recycle, but also reduce their plastic. So after it comes out the bottom there, we have a shredded plastic. Like a powder. And it's like a powder. So in this form, it's ready for further processing. This is mostly bottle caps. 各种颜色。So we do sort it out into different colors. After that, we can put it into different machines, right? So right now we have an oven and we have these molds here. And what we do is we put the plastic inside the molds and then we put it inside the oven at a low temperature so you're not burning it. You just bake it at a very low temperature so you're not off-gassing, just squished together, right? And you're not putting out more pollution. So we have this machine and we put them in these molds, and then what we do is we press them with a car jack
in here. And then what you have after that. 这好像瓷砖哎，其实它硬度够哦，真的哦。它其实现在可以发展成去做成建筑，它硬度够。那这样以后家里地板这个就。对，所以有一些室内设计或是建筑的朋友，我们是有跟他们在聊，所以他们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发想，可以给他们的业主啊提供一些不同的 idea。Anything you're making with wood, you can make with plastic as well. 所以椅子啊什么那些，你看我们可以拿来做椅板啊，墙壁上的那个钟也是啊。哇，这个时钟也是，这个椅子也是 DIY 很简单。那我们是不是还有来呀？ So this is coming from fishing 渔网做的耶。你回头看这个，其实你捡回去可以自己做啊。哇，好酷哦！这是一个很棒的 display 的作品，对不对？对啊。然后你只需要什么？你知道，除了清洁这些渔网、鱼线之外，你只需要一把热熔枪。And you can see like there's a lot of possibilities. This is a 3D printed plastic. 而且他说这个是从海边捡回来的塑胶回收做的线，所以它一切全部都是回收的，然后可以做成。这真的是，尤其他们有下去试冲，但冲完就回来了。他最得意的作品就是大型的水母，那现在也在别的地方做展，所以没有办法。所以，但是他说现在给大家看到，在我们小小的一个展示空间，这些就是一些简单你 DIY 可以做的一些作品。These are coming from plastic bags. 白色这个其实是 7-Eleven 的塑胶袋。What? Really? Yeah, and 它 you 摸起 can, 来好像纸哦。对，然后你看这个是你去买菜或什么一般嘛红白塑胶袋啊，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放餐具啊或者什么的一个袋子。那其实熨斗的部分也是很简单，大家记得塑胶类的东西，当你想要融化它或者是软化它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燃点。哦，所以当你今天用熨斗的时候一样，底下放一块布，上面放烘焙纸。哦，然后呢，请你用低温慢慢熨，慢慢熨。哦，记得不能高温，会有毒气跑出来。然后你熨，然后你可以先把第一片放平，然后把你要结合在一起的其他塑料袋继续。那到最后就是你会变成一大张，然后它是你的素材了。哦，就可以想你要拿它做什么。所以其实像我们在地的那个国中啊、国小啊，我们在跟他们结合做一些资源回收的概念的推广的课程的时候，我们也有带他们做。那请问一下，佩佩脚上面这边好多渔网哦，渔网跟鱼线，这真的都是我们从海边捡回来的。当你发现有这个乐趣，我相信你去海边，你做净滩的时候，你也会有不同的乐趣。边捡边想，我捡回来这个可以干嘛？对，边捡边想，你捡回来要做什么？很多人他们喜欢这个滑板，天哪，这个也是用竹筷子做的。哇，这真的可以滑吗？这个板子做塑胶。哦，用塑胶做。对，哎，它看起来很像大理石的纹路，很漂亮哎。所以他们的纹路你就自己创作。这个滑板的重点是，它除了底下就是我们刚刚在下面看到的那个塑胶之外，它其实正面呢，它又是运用这个软木塞的材质，你甚至是可以光脚玩，你不会磨脚。哦。对，所以你可以把你坏掉的滑板，但是你的轮距可能是好拆过来。那你可能带着这个，然后请我们用资源回收的帮你重新做一张滑板。哦，好棒哦，对不对？很棒吧？ So a lot of things that we're doing in here, it's partly recycling, part art, but we have kind of an idea to open source the workshop so that anybody feels like they can come in here and start working with plastic or some artwork and things like that. 上礼拜我看到一个纪录片，我觉得我太佩服他了，就是他们每个人不可能把每一件事都做好，可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一点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段话让我想到，原来这么多年前，其实他从他自己开始，他想要做不被任何人理解。我每天都在骂他，你干嘛一直在捡垃圾？然后为了要买那些机器，我都已经没有钱了，你一直跟我说你要买机器。然后那时候我都觉得，可是那时候我还是全心的支持他，我觉得他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到现在，我真的觉得很多 surfer 的小朋友多棒啊，对不对？在海边都在净滩，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棒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大家一起加油，然后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一起这样。Thank you for your time today. And if all of you like this video, please give me a like and share to your friends. And remember to subscribe my channel and open the ring in case you miss any video. 谢谢，拜拜。